因为一次跳闸的缘故，他们就全部断网了。至于为什么跳闸，我后面再慢慢讲。他们喊来师傅，虽说把网络给恢复了，但他们发现服务器的客户端怎么都打不开，而且 WiFi 也无法正常使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联系我过来看看什么情况了。现在是全部断网吗？WiFi 连不上。WiFi 连不上。是哪个打不开？你看这个打不开是啥原因呢？之前我们用那个交换机是你怎么用的？现在点速达。这里打开客户端，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器是一网断的，而且电脑显示是可以上网的。那就用 ipconfig 命令查询一下，电脑和服务器在不在同个网段？对得上啊。我就上不了啊。据说还是里面那个。你这个1网段，然后你这个也是1网段呢。啊，对呀、我们在里面看也是对的。点1点。哎，不对呀、1、2哎。没有1、2是你电脑的。哦。看网关。哦。网关是点1点0。这里的电脑和服务器是同网段的，那么就浏览器输入网关查验一下，看一下是什么设备提供的 IP。什么啊？公猫，这公猫的。公猫的吗？这台电脑虽说服务器同样是一网段，但是为什么进入了光猫的后台？所以只能去服务器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了。只能服务器了，192.168.1.0。它这个主机就是很卡，因为太老了。这正常啊。你这样就访问不了吗？不，它就我的意思就是刚才那个速达那个端口，就是点1.9。点1.9不对吗？对呀、我刚才点1.9它就登不上啊。我拼这个，看它能拼通192.168.1.12。玩这个软件的人他说是把正常啊。把2个网关调整一下。这里服务器是可以拼通电脑的，但电脑却访问不了服务器，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应该是他们动了哪里的东西。我这里看了下 IP 地址，发现服务器居然是动态接入的。你这服务器没有搞静态？之前可是有的。之前是有的。对，之前是有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找跟以前不一样。那谁改了？这个的没有改，就是那个，我就说这个端口，这个交换那天不是。那肯定有人改了，不可能说。没有动这个，没有动这个。有人动。就是电信昨天来，把那个端口插到那个什么来着？他说交换机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换端口了。换了端口。就那个我是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改了。是换了，我昨天不在，但是他那个同事他就是说换了之后就没有了。我看到公猫插哪里了？你这公猫直接插这上面来了。那之前是插哪里的？我不知道。公猫应该插这个路由器啊。那你试一下喽。等一下。对呀、你这个都拔掉了，这个改了，你这个应该是0网段的，我没猜错是0网段的。那我不知道，关键是那怎么弄？他就说有什么问题就换。什么问题？这个是交换机嘛？是交换机换。这个交换机。是交换机有问题吗？那么应该是我大概知道了，应该是你之前这个是0网段的，服务器它也是静态的，然后公猫是1网段的。他之前那个就是那个 IP 地址内直接显示的。其实这里我也一头雾水，光猫为什么跳过路由器直接插交换器上？而且这光猫型号非常老了，没有路由器做负载的话，这网络迟早会崩掉。所以我就用电脑接上路由，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先。看到有 IP 就行，就怕没 IP。这里我通过 ipconfig 命令查到了路由器后台0网段的，那就对了。那应该是前面那位师傅帮你设置上网，但是没办法去管服务器。不过他也弄不了这个，对，他就说他只能保证上网。对。也行。还好密码是默认的。进了路由器后台，我就马上看了下路由器的万口配置，我发现路由器是 PPPoE 模式，
看来这光头之前还是桥接模式，所以我就进光猫后台把它改成了桥接模式。改完以后接上路由器，让路由器来做负载。我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但后面发现电脑还是上不了网。我看了下路由器的万口状态，发现路由器的万口压根就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应该是路由器万口坏了。路由器万口？我看到它应该有多万口来对。我看到它有没有多万？那就不是交换机，那就不是交换机。没插。这两个就好难受啊，先拔了。这两个干嘛？哦，万口在这里。你这两条线是干嘛的？插万口上？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两条线接到路由器万口上？因为这里的万口除了接光猫，接其他设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看来这边的故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麻烦很多，所以我就把光猫接回了万口，看下网络能不能恢复。我看到现在还未连接，接上去了，网口一都亮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之前的师傅为什么要把光猫跳过路由器接交换机上了。原来这路由器的万口坏了，好在这路由器是双万口的，所以我就尝试一下第二个万口能不能使用。这也未连接。交换机是没有问题的哦。交换机没问题，你这路由器彻底挂了。路由器坏了。对呀，万一万二都不正常。那可咋的？你有路由器吗？我也没带。啊。这种情况就没办法修了，所以我就让我同事送一台路由器过来。等待期间，我看了下办公室的 WiFi， 发现这路由器居然一条线都没有接，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之前到底是怎么上网的？难不成这无线中继机柜里的信号不成？所以我打算进路由器后台看一下。但是无奈的是，我被管理员密码给拦了下来。我正打算给路由器还原出厂，这个时候大伙就注意听了，有一股电流声。当时听到电流声，我就马上用电笔查了下，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漏电，会不会响？有时候。你这插排到时候得换了。你这插排问题。我靠！对。你这个有问题。当时我把插头给拔了，发现插头质量真心不好，居然氧化成了这样。哦，你这边都烧成这样了，电脑居然没坏，也是狠哦。你这里危险了。我这插排轻飘飘的，而且很烫，超级烫。当时是插排烫的要命，估计再晚点发现它可能就会着火了。当时我以为是哪个设备短路烧了插排，后面我用电笔测了下，发现只是插排自身短路了。所以大伙以后要少用这种插排，要是引起火灾就得不偿失了。后面路由器也到了，我把新路由装上去后，一个女 NPC 就告诉我，她有之前的服务器 IP 地址。我看了以后，果然是联网段的。之前看到这以网段的，应该是他们后面瞎改的，所以我就把路由器改成了联网段，接着把服务器也改成了之前的 IP 192.168.0.1。行了。好了吗？我这边帮改这些。但是我们的网络连接上了吗？你们网络已经全部恢复了。恢复了吗？我对试一下。恢复了吧，咪咪？等一下，我试一下。我帮你改一下，你再试。你这个要改成这个啊？要改成.0.169啊？他之前就是那样的，是我今天去里面看了，他变了，我就换了。哦，是你改的。对了，这里面那个是对，就他拍那个是对的。
原来客户端上的 IP 是他们自己瞎改的，差点就把我带偏了。但是我这边改回了联网段，发现客户端仍旧是打不开的情况。对啊，为什么登不上呢？通啊，现在是通的。为什么登不上？那端口服务是3001吗？没有变化对吧？端口服务是3001吗？我看掉你那速达，你这个他是访问哪个的？我不太理解你这个。你这个地址是对的。对啊。地址，然后你这个也联外网，然后他是要访问哪个？因为他这个是主要是你看那个这个它是服务器嘛。速达，我看到。对，它主要是这个有点。启动。我这里看了一下主机的数据 ，IP 和端口都对得上，但是电脑就无法访问它。当时我就看了下防火墙，因为防火墙最喜欢拦截这种了，于是我就把防火墙关闭试了下。可以了吧？啊，终于好了。真的还好，我什么都懂一点。是比较厉害。是有成就感的。后面就给他们办公区的路由器接上网线，然后检查了所有的线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我的维修就结束了。好了，大伙知道本期总共出现了几个故障吗？